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重庆与贵州的交界处，这边是重庆的酉阳县，下面这条江就是乌江了，江的对面就是贵州的铜仁市。这里的山形地貌非常的险峻，特别是贵州这一边的大山，简直是垂直的状态了。而就在这两岸夹一江的地方啊，隐藏着一座一砖一瓦、整体搬迁复原的千年古镇——公滩。这座古镇始建于蜀汉，盛于唐宋，曾经是乌江的盐运重镇。如今1800年的烟火气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，千米石板街、临江吊脚楼、百年老会馆在静静地诉说着往事。这不是仿古建筑，而是真正活着的历史。今天我们就沿着老街从头走到尾，一起来品读公滩的搬迁奇迹、盐运传奇与土家风情，感受乌江畔最动人的古镇时光。这里是古镇南入口的停车场，晚上在这里驻车过夜很安静，而且环境呢也非常好，就在乌江的边上。早上来码头停靠的邮轮会发出汽笛声，听到这个声音呢，就可以起床了。从这边望过去，古镇青灰色的瓦顶顺着山势层层叠叠，木质的吊脚楼紧贴着乌江悬崖铺展开来，江水碧绿，群山环抱。此时此刻，公滩古镇的烟火气与山水画卷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很多人可能不清楚，眼前这座古镇是从上游原址整体拆解编号，然后复建而来，所以这里每一块石板、每一根木柱都带着上百年、上千年的温度。就连国画大师吴冠中都曾称赞它是唐街，是宋城，是爷爷奶奶的家。公滩最震撼的也许不是风景，而是整体搬迁的奇迹。而这份奇迹的背后，是公滩古镇跨越1800年的厚重历史。古镇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蜀汉时期，当时就有先民在这里居住了，形成了古镇的雏形。到了西晋末年，古镇逐渐有了规模。清朝乾隆元年，公滩正式设镇。公滩古镇名字的由来，是因为当时在这里姓公的人比较多。后来到了2005年，因为在乌江上要建一个水电站，水位自然就会上涨。这座承载着千年记忆的古镇也会被永久淹没。为了保住这份珍贵的遗产，当地就决定把整座古镇拆下来，搬到高处原样重建。所以工匠们就把每一片瓦、每一块石板、每一根木构件都编号登记，就像搭巨型积木一样，在新址上按照原来的位置结构一一复建，前后耗时3年，古镇的还原度达到了9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踩在当年老公滩的复刻板上，老古镇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存在着。而这座古镇能够被如此珍视，也正是因为它承载着川黔地区商贸往来、民族融合的完整记忆。不过上一次搬迁毕竟是发生在20多年前了，这20多年间呢，也盖了不少新房子，比如说沿江的这一排，有些甚至都有7、8层那么高了。那么这些呢就比较新了。现在我要重新走回古镇的南入口，因为在那里呢是有一条电梯可以直接抵达古镇的老街。因为在古镇里是有一个码头嘛，所有游览乌江画廊的船只都会在这里停靠。那么船只每一次停靠呢，都会下来很多游客。不过这些游客呢都是跟团的比较多，因为看到一个个导游都是拿着一个旗杆子。这里有一个票务中心。这座古镇在以前好像是需要收门票，但是后来呢又取消了，就改为里面的部分古建筑单独收费，10块、20块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连里面的古建筑都不收费了。这一边就是电梯的入口了，你看这里还有关卡呢，不过现在呢是免票了。电梯呢也是可以免费坐。这座古镇它是依山而建，如果从下面走上去其实呢也是会蛮累的。这个电梯呢都是要分3段来坐，那里上方还有一段。这边就是古镇南入口的停车场了，我的车就是停在这个位置。从电梯上来就可以看到一栋3层的阁楼，这就是古镇的文昌阁。而这一边就是吴冠中纪念馆，这是吴冠中的一尊雕像。1984年他在公滩，手里是拿着画笔和画板。公滩古镇是唐街，是宋城，是爷爷奶奶的家。
这下方是挂有很多吴冠中的作品。这是1984年创作于公滩古镇，作品名字叫《乌江人家》。他的作品呢，看起来还是蛮抽象啊。走进古镇，脚下这条青石板长街就是公滩古镇的灵魂所在了，更是公滩千年盐运历史的鲜活见证。整条街长约1.5公里，从南到北贯穿全镇。在古街的入口处呢，是有一座老的建筑，叫做三府庙。三府庙纪念的就是公滩古镇以前的3位土司。门前呢还有一副对联，写着千年古镇悠悠市，一代英雄慢慢勤。走进里面来看看，上来的台阶非常陡啊。来看一下，这上方挂着一块牌匾，一胆忠魂。那中间这位呢，就是过去他们公滩古镇的土司了。这大门的上方呢，就是戏台了。来看一下，上面呢是有2幅画，写着土司出征图。这里说是一条街，但其实更像是一条巷子。它整条路面呢都是高低起伏，顺着山势与江边呢蜿蜒延伸。这里有一个公滩古镇邮局，营业时间9到17点，但看样子现在是没有营业了。这里已经被木板给封起来了，可能原来的入口呢是在这一边。不过阳台这边的景色还是相当的漂亮。这条街曾经是明清盐运古道的核心路段。早在明朝万历元年，这里附近的山体发生了盐崩，巨石堵在了江上，使得乌江上的船只无法正常通行。大量以食盐为主的货物就囤积在江边，必须要靠人力搬运过滩。公滩也因此逐渐发展成商贸中转地。到了明清时期，这里的盐业贸易几乎昼夜不停，无数脚夫背着盐包，商人赶着马帮，在这里日夜穿行，马蹄声、吆喝声、乌江船声汇聚成了热闹的岁月交响曲。因为这座古镇呢，它是依山而建，所以说街道的2边盖了房子之后呢，整条街道就非常窄了，并且这条街道呢有很多阶梯，所以说它是通不了摩托车、自行车的，更别说是汽车了。这里随便一家店铺都是拥有无敌江景的。这个角度看过去非常不错。这一排建筑几乎都是客栈，都是有着无敌江景房这座古镇里面街道的景色呢还是相当不错。刚刚我们在码头那边呢是看到有很多游客，但是在古镇里面呢却没有多少游客。这里每走一段都会有一条阶梯通往江边。刚说没有游客，就来了一波游客，因为这些游客都是在码头那边下船，下船之后呢就上来古镇里面走一走。沿街的这些吊脚楼真的是非常有特色。靠着街边的这一层呢算是第1层了，那么这下方呢还有2层，那这算不算是地下室呢？看样子今天呢好像是有人结婚因为这里是挂着喜字，上面呢还挂着很多红色的彩带，确实是在办喜事厨房呢就是设置在街道上了，看看这些大锅，水盆里是放了好多牛肉，都是用柴火在做饭。这边也是放了很多食材，这一锅是牛杂了，好有烟火气的一座古镇走到这边呢是看到有一个关口，这个非常有可能就是以前古镇的南门了。这一座大门是过去防止土匪过来袭击的一个关隘。这是一户人家的院子，大门呢是坐在这里，但是要进去院子呢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阶梯。这里有一条阶梯下来半坡当中看看乌江的景色。这里就是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了。之所以要把房子建成这样的形制，是因为公滩山险水恶，陡峭的山坡无法大规模平整土地，他们就用悬空筑台的方式，用木柱建起层层叠叠的吊脚楼，这样既节省空间，又能适应临江的地势。看一下这些房子，
推开窗就是碧绿的乌江了，既有险峻之美，又有古朴诗意。更特别的是，在明清时期，因为盐业贸易昼夜不停，老百姓们呢就会在吊脚楼的屋檐下悬挂竹制的灯笼，俗称盐灯。就像现在的路灯，既方便脚夫搬运货物，也让夜晚的古镇充满了烟火气。当年的那些盐商、船工、大户人家都是依江而居，推窗就可以见江，出门上船，生活与水域紧紧相连。这些吊脚楼鳞次栉比，绵延数公里，是千里乌江上保存最完好的民居建筑景观。这是一座老建筑，是叫做董家祠堂，它是建于清朝宣统年间。这座建筑在解放之后曾作为公摊的政府办公室和养老院、幼儿园，还有供销合作社。可以说，它是见证了公摊镇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历程了。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家客栈了。而就在董家祠堂的另一边也是一座古建筑，叫做川主庙。也进来看看。川主庙供奉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观世音菩萨，还有川主。这前面3位神仙就不需要我来介绍了。那川主是谁呢？川主就是李彬了，因为他建了都江堰嘛，所以说四川人是比较崇拜他。现在继续沿着街道往前面走，去看看那一座西秦会馆。一波游客走了之后呢，整条街道又开始安静了下来。看一看这栋建筑，就非常有可能是在2005年整体搬迁过来的。旁边这栋呢也是比较老。来看一下，这里旁边呢是有一条阶梯，他们是称作百步梯。那通过这条阶梯就可以通往新镇了。不过从这里走上去呢会特别累，因为这条阶梯很长，而且呢很陡。来看一下，这里一整排呢都是老的建筑。这里有一间书店，叫做先生书店，看起来情怀满满1楼营业，2楼以上呢就是住人了。这些吊脚楼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。这座就是西秦会馆了，看样子应该是公滩古镇里面最大的一座古建筑了。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四合院的形式了。你看这边呢是摆放着很多椅子那这边呢就是戏台了。这座会馆呢是建于清代光绪年间，是由当时陕西籍的盐商叫做张鹏九率先牵头集资修建，既是陕西同乡聚会、寄托乡愁的地方，也是商务洽谈、议事祭祀的重要场所。在明末清初的那一次武装移民，让大批来自陕西和江西的居民移入公滩。清雍正13年改土归流之后，以公滩为中心的商贸市场逐渐完善。陕西商帮凭借雄厚的实力，将行业规则、商业模式引入公滩，西秦会馆也就成为了当时公滩商贸繁荣的标志。这栋建筑画梁雕栋，斗拱精巧，木雕、石雕，细节丰富，每一处都能看出当年盐商的财力与气派。这座房子呢还是比较有名气叫做冉家院子。你看，在这里呢还拍过电视剧呢，有杨最后的土司家族。这座土司府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，只可惜现在是大门紧闭，不能够进去里面参观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观，叫做桥重桥，也就是有2座桥上面一座桥，下面一座桥，同跨一条沟，显得错落有致。因为上面那座桥呢是通往衙门的必经之路，所以称作官桥，而下面这座桥呢是方便老百姓通过，所以称作民桥。在古镇里有不知桥重桥不是公滩人的说法。在官桥的下方呢还有一座小型的瀑布呢。走到这边呢，看到有一块被玻璃罩保护着的石碑，这是光绪年间的古碑，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，是公滩盐运历史的直接实证，也是当年官方管理盐运的活档案了。
这碑上是刻着当年盐运的规则、缴付的工钱、管理的条例。背盐的缴付每趟可得5文钱，如果背到盐仓里的话呢，还可以再加6文钱。严禁私盐，严禁偷盗，一旦违反将受到严厉的处罚。这块碑是叫做永定城规碑，在明清时期，公滩是川盐入黔的核心中转站。来自四川黔韦自贡的盐船抵达公滩之后呢，就必须要卸货上岸了，由脚夫背过古镇，再转运至下一段航道。这里也因此成为了川盐古道上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之一。食盐就是从这里经乌江水路运往贵州全境，同时贵州的山货也是从这里运往川渝各地。这块碑就是当年规范盐运秩序、保障商贸公平的公告牌，每个字都是历史。现在这块碑已经开裂了，但是下面的这些字迹呢还是比较清晰。这块碑它就见证了公滩的繁华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由无数脚夫一步一步背出来的，是由各路商贾携手经营出来的。在民国时期，公滩更是涌现出了10来家比较大的盐号，以及100来家商号，商贾、吏夫、纤夫7000多人来往于此。当时前公滩或龙潭的说法，就是对公滩商贸繁荣的最好诠释了。前面这座特别的老房子呢，就是半边仓了。这是当年公滩的官方盐仓，也是川盐入黔链条上的关键节点。它见证了公滩因盐而兴、因盐而盛的全过程。当年所有从四川运过来的盐都要先放在这个半边仓里面存放，登记税收之后呢，再放行。这里就相当于当年的盐运中转站加税务所。那如今这个半边仓呢，已经改成了民居，但是结构呢还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。那么在以前呢，这一边是没有建筑，所以说这一边呢就相当于是临江了。当年这些木板呢都是可以拆卸下来，然后盐呢就是从上面扔下来，脚夫就是在这里把一包包盐给背走。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乌江航道经过了3次整治，堵在江上的巨石也被炸开了，船只上下通行也就没有阻碍了，木船也被机动船所替代，公滩古镇也就逐渐失去了作为物资中转和集散地的作用，半边仓也就慢慢沉寂了下来，成为了公滩盐运历史的活化石。走到古镇的北面，就来到乌江码头了。这里是公滩1000年兴衰的起点，也是乌江航运历史的缩影。这里是当年船只停靠、货物装卸的地方。乌江水碧绿平缓，两岸悬崖高耸。在以前的《酉阳州志》当中，就曾记载这里的险滩：大江之中横排巨石，大者如宅，小者如牛，积水雷鸣，惊涛血喷，舟楫不能上下。也正是因为这份险峻，乌江在这里分为上下2段，来往的船只都是以这里为据点。公滩也因此成为了天然的商贸中转码头。站在这里远远望过去，乌江就如同一条绿带，吊脚楼沿江铺开，山水与古镇融为一体，意境绝美。这里也成为了千里乌江百里画廊的起点。走完这条公滩老街，从蜀汉雏形到盐运繁华，从土司治理到民族融合，从搬迁重生到如今的安静温润，每一步都踩着岁月的痕迹。这里不是新建的仿古建筑，而是1800年历史的重生，是川黔商贸传奇的见证，是土家文化的载体。它不喧闹不张扬，却用最朴素的模样打动人心。乌江依旧流淌，吊脚楼依旧临江而立，石板街依旧安静延伸。愿我们都能够记住这座古镇的坚守与温度，在快节奏的日子里留住一份慢时光，去读懂它的1000年故事，感受它的独特魅力。